情况，各位请看。他总爱耍小脾气和我吵架，我之后也都会哄他，但是总是这样事事矫情，我也会累。我总是感觉不到他爱我，生活中很小的事情他都很难包容我。我们未来是打算结婚的，如果婚前都是这样，我很难想象婚后的日子会过成什么样。我已经在努力挣钱娶她了，她的要求我也在尽力满足，但是她好像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她在工作中没有一点上进心，还时不时玩失踪，拿什么娶我？我爱她，才想和她有个结果，但她和她家里人对我的态度一直很模糊，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未来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武先生，24岁，来自河北，外卖员，有请。孙女士，23岁，来自河北，个体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大学同学是吧？对，谈了几年3年，现在送外卖，对，怎么样？感觉还可以，是收入可以还是？收入可以。个体是做什么呀？在水果店，我现在主要是想学习一下人家的经营，然后想着以后自己开个店。挺好的呀，有这么清晰的头脑，恋爱不会谈不明白吧？他谈不明白。哎呦，怎么谈不明白呢？说一说。那有一回咱们出去饭店吃饭了，看着一个电视剧，那个女主瞒着一个比她小5岁的一个男朋友结过婚生过孩子了，结果人家跟我来一句：“你生没生过孩子？结没结过婚？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”那我当时不就看着电视剧吗？我那啥就跟你开个玩笑，我就问你一句嘛，谁想你还当真了？吃一半的花卷你不吃，你就直接扔菜里边了。我没把那花卷拽你头上都不错。我摔完之后，正好我妈妈给我来个电话，我挺生气的，我也不想把这负面情绪带到家长身上，我就没接。人家给我来一句：“你接你电话去吧，你当你的妈宝女去吧。”多气人呐！是，而且他有时候还可自私了。哎呦，还自私呢。那还有一回我们去商场，正好看那个西瓜了，然后我就想吃，我就赤裸裸的暗示他，我说：“你看这个西瓜看着多好吃呀！”我就差明说了。他看了一眼价格，他说太贵了，咱走吧，拉着我走了。后来过2天，他不给我买，我就自个儿买呗。然后我去商场买了之后，我就准备先放到他那边，等第2天过去我们一块儿吃呢。结果第2天过去了，一开冰箱没有了，人家说带人家自个儿吃了。那本身大冬天的吃凉西瓜就不对，而且它本身就是体寒，还是个切了的西瓜，放到第2天容易变质，然后我就给吃了，就是不想让他吃。哦，你为了爱他，以身试毒。对。哎呀，那你不想让他吃。直说不就完了吗？你不想让我吃？这是什么都有理由呢？你常有理吧？他就是这样。就这样是吧？那应该离开他呀。但是他有时候吧，我不就吃你一块西瓜吗？还至于吗？还跟我闹分手呢？那我以后还能吃着东西吗？你老是这么吃独食。对，那你就这样斤斤计较的，那以后那我买东西，你买东西，咱们自己买自己吃自己的不就完了吗？你天天上2天班，歇1天，你那点工资够我计较的吗？是我上班，我不好好上班，是我累的时候呢，我总得有要休息的时候吧。我也不是机器，也不是24小时都得转，总要有休息的时候，对吧？那也不是不让你休息，他天天通宵，他一休息他就通宵打游戏，打游戏天天那个 QQ 聊天，聊完天吧，我有一次发现他直接把聊天记录给删了，你说你是不是有鬼呀？我聊天我是用 QQ 注册的游戏，我为啥不能用 QQ 聊天呢？而且聊得多的他会占内存，手机本身内存就小，我就给他删了。你看这小子啊，没有他说不出的道理啊！我看可不是这样。有情况哈。对，我有一次无意中发现他空间还跟别人互动呢，一个哥哥一个丫头的叫着，你是不是跟别人有什么暧昧？那我是玩游戏玩时间长了，聊天聊时间长了，人家叫哥哥，我就下意识的叫个丫头，怎么的了？那你之前一直喊我丫头的，你为什么要喊别人呢？我就顺嘴了呀，我就喊了一声。啥叫顺嘴了呀？就是玩游戏的时候，人家喊哥哥，我毕竟下意识的啊，就喊一下丫头或者喊个妹妹啥的。不是，那你为啥不喊妹妹？这丫头不是你叫她的吗？可能就是顺嘴了，然后就叫成丫头。哎呀，你跟几个顺嘴啊？就是，也就一个。谁呀？就是玩游戏的。哎呦，那还挺特别。你要都叫顺嘴就没事了，就恰恰对你一个顺嘴了，这就不对了吧？也就是玩的时间长，然后有多长啊？
也就是玩了多半年吧，一起玩游戏。都多半年了啊！跟一个姑娘玩游戏，我不知道是男的是女的，毕竟上来人家叫我哥哥，那你怎么会顺嘴叫丫头呢？就是你确定你不知道他是男是女吗？我是真的不知道。你玩游戏的时候没连过麦吗？因为之前打游戏的时候是不连麦的。他有时候还拿我找借口。最离谱的一回，他直接失联了半个月，他还拿我找借口，还说是关心我，他才不跟我说呢。就那回他本来是跑外卖，本来就跑得不认真，然后之前有一点儿就是挣的也少，然后欠款的时候没有来得及还上，我就挺替他着急的。然后我给他发微信。那我失联也是有原因的呀。那我给你发微信你不回，电话也不接，后来直接给我逼得不行了。我说那直接不行分手吧，什么也不跟我说。那会儿呢然后你出现了。人家总有客服给我打电话催我，当时手里也没有钱，我呢又不想把负面情绪传递给你，又不想让你担心，所以呢当时手机就静音了，可能也没有听见你打的电话。那你以为你失联我就不担心吗？你那会儿是在跑外卖，他一失联我就怕他是不是怎么被车撞了呀，怎么的？后来发生这个叫丫头的事，我还怕他是不是跟别的小姑娘跑了呀？他还有一回过年的时候直接失联了。就我正好春节的时候我回家过年了，他自己一个人就他一个人在异地，我本来就挺担心他的，怕他不开心什么的。那我过年失联，那我不也跟你说了吗？然后我因为工作的原因，然后被公司开除了，又当时是大冬天的，天也冷，感冒，然后发烧了，住了几天院。那我能大过年的，我跟你说，你来天津照顾我吧，你再从家里边坐车再连夜赶过来，这样你家里同意吗？而且我也不想让你担心呀，对吧？但是你又失联了呀，在春节的时候失联，我肯定会担心你。你当时跟我说完，我就算当时过不来，我过几天我也会赶紧过来陪你啊，照顾你啊。本来你自己一个人在外边就挺可怜的，我感觉。结果你还跟我失联。为了在乎你吗？我在乎你，所以才不跟你说的。对，我在乎你就是让你担心，是吧？他老以为失联我就不担心了。对，他就是这个逻辑，这是他的逻辑。那你在乎谁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。你在乎我去蓟县爬山，我们出去玩，凌晨2、3点那会儿出的门，然后我又累又困，当时还挺冷的。然后爬山的过程中吧，他也不理我，他就自个儿吭哧吭哧往上爬。到了山顶之后，举起手机就拍照去了。我当时就觉得挺生气的，也不关心我。他看出我脸色也不好了，他就问我你怎么了呀？我当时又生气，我也不想理他，我就说我不想看见你。后来我转身，我就想下山了。然后我走了几步之后，我发现我回头我都没有看到他，我更生气了，还挺失望。后来到了半山腰了，他才给我发了个位置，问我说你在哪儿呢？你说你当时干嘛去了？你发现我走的时候你干嘛去了？那毕竟头一次上山拍日出嘛，本来是心情挺高兴的。我问你呢怎么样？然后你咋的了？你也不回我，你就直接给我甩一句啊，我不想看见你啊！你转身就走，我以为你开玩笑呢，我也没有在意，我就继续拍去了。我拍了一会儿之后，我发现你人不在了，我去找你没有找着你，然后我不就给你发位置，给你打电话问你在哪儿？你呢？你告诉我你直接下山了，你给我一个人扔上面了。在外边人生地不熟的，你万一磕一下碰一下呢？你让我怎么办？对吧？那后来到了山脚下之后，我还不给你缓解了吗？我说咱们去吃火锅吧。那吃完之后呢，人家过那个红绿灯，我还脚疼，我走得慢呀。人家看了我一眼，直接给我甩开了，他自个儿走了。那是啊，你给我一个人丢在那个山上了，然后你呢走路也磨磨唧唧的，然后出发之前我告诉你准备穿运动鞋，你呢你就是不穿，你就要非穿板鞋爬山，那你能怪我了？而且红绿灯马上就要变红了，我想让你走快一点，你呢磨磨唧唧的不往前走，对吧？我脚疼啊，那车来了我也走不快呀。那回了酒店之后，我又累，我又脚疼。那回去之后，我吃完那个火锅之后，我还胃不好了。我想找你给我买点药呢。你干嘛了？你回去就在那儿连麦玩游戏去了。我叫你了，你都没听见。那你回去直接躺床上了，我以为你要睡觉了，不就打会儿游戏吗？然后我总不可能你在睡着觉的时候，我再叫你一下，我问你需要干点啥，对吧？这个时候你开始贴心了。那第二天呢？第二天回到天津之后呢？我天哪，这还是一个连本剧是吧？从日出开始到了日落，从日落又到了日出了。到第二天，亲戚打电话说回了天津之后，毕竟玩了一天了，挺累的。亲戚说请去吃个饭。你呢？你当时啥表情？一副不乐意去的样子。那我头一天生了一晚上的气，我还累着呢，我怎么去啊？我跟你说去吃个饭怎么了？毕竟亲戚叫呢，以后你要入了我们家门，还咋跟亲戚相处啊？对不对？尊重一下长辈还是有吧，这个道理。
那尊重长辈没问题啊，那你关键是你怎么对我的呀？你平常你也没尊重我呀。就我第一次上他们家登门的时候，他明明知道我不喜欢吃茴香馅儿，什么茴香啊、香菜啊，我不喜欢。结果去他家之后，他们家饭桌上给我摆的是茴香馅儿的饺子。那咋？那你让我也怎么吃啊？吃了吗？那会儿？那我能不吃吗？我都已经上饭桌了，我要是不吃，那不是驳你们家大人的面子吗？我能不吃吗？而且饭桌上全是凉菜，都没有热菜，你让我怎么想啊？那夏天呢，吃点凉的清淡呀，对吧？我们家乡那边就招待客人就是以饺子为主，而且茴香的寓意还好，而且那个这会儿不是他体寒了是吧？不是正常他这会儿体热了是吧？年轻人怎么把恋爱谈得这么斤斤计较？咱说点大事儿行吗？后来不就家长见面了吗？双方家长见面。对，我是家里边就是我父母还有我两个妹妹一个弟弟，我们一起过去，就是提前已经说好了，我们兄弟姐妹4个，每个人500的见面礼。没去之前，第2天他就又给我打电话。就见面礼上面就给我讨价还价了，就说给我400了。啊！我当时我跟父母说，我说你家里边要来人，要带着晚辈。我父母呢说就是400呢事事顺利，600呢六六大顺。当时呢我也考虑了一下，就是因为我们家庭条件状况呢可能当时是不太富裕的，我呢给你打个电话不问了你一下吗？我说跟你商量一下，我说能不能给400。当时正好他打电话的时候，我爸妈也在身边呢。我就想，我也想争口气呗，而且他就要给多一点的话，我爸妈好歹对他印象也就更好一点。然后我就想着，那六六大顺不也挺好吗？你要不然就给600呗。结果他最后还是就给了400，然后我爸妈也就是有点不高兴那种。我本是打算着这些钱给了弟弟妹妹，还不如日后嫁到我们家直接把钱给你呢，对吧？那你也不能这么干呀，搞得我爸妈现在也不太高兴了。然后后来我们就是2家聊彩礼的事情的时候，就还聊彩礼呢？别聊了吧，这还聊啥呀？但是一点体贴和关爱都没有，还聊彩礼？行，聊不好我猜，聊得好不？没聊好。你肯定没聊好吗？来说说吧，怎么聊的啊？我们家要的也比较高，因为我还有2个妹妹1个弟弟呢，然后我们那片要的都比较高。刚开始是说的是20多万，后来他们家也不怎么乐意，那我们就降降呗，他们也稍微涨中和一下。后来我们家就降到18.8万。就这么谈啊？但是也没聊好，然后他们家还不乐意给。刚开始谈的时候，他们家也不给返彩礼，也不给返嫁妆。我说那不给返嫁妆，这还有扣点啊？这也有扣点。我说我们这边的习俗呢，基本上就是10万块钱上下的。我爸妈父母这边给的意见就是，如果出10万块钱左右呢，他们那边能接受呢，我俩就把婚事定了，然后再挑个日子把婚结了。然后如果不同意呢，就是差多少我这边去挣，后边我挣够了之后，然后我再娶她。那你说你得挣多久呀？我又得等你多久呢？这样努力2、3年，指定还是能挣出来的呀，加把劲不就可以了吗？就靠你3天打鱼2天晒网吗？你还吃不吃喝不喝了？还想娶吗？我父母是支持我娶的。我问你完了，想娶。你父母支持你娶，你不想娶，对不对？我想娶。啥时候娶？先挣钱，挣了钱，然后这2年先把事儿定了，然后钱够了就娶。啥时候钱够？2年左右。如果不够咋办？不够去借。再说一遍。我努力挣。把那个原话说一遍。不够去什么？别编。不够去借。借钱娶媳妇儿。对。娶媳妇儿是为了什么？以后日子过得好啊！以后日子过得好。还没娶呢，就借了一笔钱回家，这日子能过得好吗？后面努力应该可以啊！后面努力，前面都努不了力，后面怎么努力啊？你确定你爱他吗？爱他什么？就是可能时间长了也是更依赖他吧。你了解他吗？了解。了解他个啥？我了解他的生活习惯，还有他的脾气。你了解他吗？之前挺了解的。现在不了解了，对吧？因为现在可能是因为我的改变，所以说你小子就是鬼精嘛，不用正道嘛，不说实话嘛，对吧？今天女生来的目的哪里是什么帮助她改造她？女生来的目的就是你得承诺你娶我，对吧？我只是想解决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解决不了的问题。就是让她承诺她娶你吗？其实这个我知道，这个结果我知道，我只是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就是他会娶我。太自信了吧？
是太自信了吧？没事儿，你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。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博红兄，对彩礼，我历来认为应该给，这是对对方把女儿养育大的这一种感谢。但彩礼必须要量力而行，你们互不相让，一个只能给这么多，一个坚决要这么多，连见面的红包400、500，你们都会有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。男生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，他任何东西都有自己的理由借口，这样下去你会永远活在借口和理由当中，成为借口和理由的一部分。吃西瓜是为了女生好，很显然你喜欢吃，你始终又说是为了女生好，很显然你是一种逃避嘛。我们说恋爱的过程其实就是婚姻试运营的过程，看这我们之间合不合适，我们之间能不能今后永远在一起。现在答案很明晰了，所以希望你们2个人清醒的放弃幻想，放弃功利，去看一看你们2个人之间有没有爱情。谢谢。谢谢博红兄。徐总，刚才川儿在说呢，哎，这个你们了解对方吗？你说了解，他说不了解，是吧？我认为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，你是不了解他，他是太了解你了。你说了解他，请问他消失的那些天哪里去了？到底是为你好，还是说你压根儿不知道这个男人现在想什么？你倒很了解他哟，因为你知道，这个婚肯定是结的，他肯定是跑不了的。所以我能啊省点就省点，能省点钱就省点钱，能省点心就省点心。为什么你在他面前表现出所有的问题背后都有一个貌似完美的答案，实则呢破绽百出？删掉对话记录是要为了省空间是吗？那点文字不占空间的，占空间的是图片。所以你到底想隐瞒什么？你想省什么？你心里觉得这个女人到底对于你来说最重要吗？还是是否是那个结婚的对象？你想给自己留什么机会啊？所以这段感情一定要审视，好好动动脑筋。你面前这个男人你不再了解了，你是否爱他也未必，因为你都不知道什么是爱。就这样。谢谢曲总。杨老师，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们今天所有说的都是哎呀什么彩礼吧，这个怎么结不结婚吧，什么红包吧，你们有考虑过未来吗？女生，你有想过这样一个男生，你跟他在一起的未来是怎样的吗？就算他现在有了18.8万的彩礼，给了你了，引你进门了，然后呢？他在和你热恋期就能够失踪，联系不上。他能够在和你还没有进入婚姻就和别人暧昧不清，你指望他婚后好到哪儿去？你刚才说他他要攒钱，那攒到什么时候呀？你这个干活都3天打鱼2天晒网的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挣够那好几万啊？你也知道他是个什么人啊？这样一个人你敢嫁？一个有自尊的，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女生，你今天来说的事儿，应该是你要改，你要去找一份好的工作，稳定下来，你要让我看到你的诚意，你要去戒了那些和别人边界不清的这些毛病，我才考虑和你是不是往前走，而不是说你啥时候娶我呀？你怎么这样啊？你快点娶我呀！你对自己的人生一点都不负责任，你把未来交到他手里，你咋敢的呢？你爸妈怎么能同意呢？男生也一样，我就反复在想，你为什么愿意娶她？你当然是口口声声说娶她啊，真娶不娶我不知道。我估计你也是吃准了他的老实。说的简单点难听点就是傻。跟你反正好了2、3年了，两边家长都见过了，就这样吧，好了坏了我认了。你只是吃准了他，你只是觉得这个人不会离开你，会永远给你一个港湾，或者是你的退路。
如果你有一个更好的女生出现，我不相信你会兑现你的承诺。如果你真的现在都不要求父母帮你出钱，你自己拿得出来房，拿得出来车，拿得出来彩礼，我觉得你可能就换对象了吧。所以你问问你的心，你是爱他，还是因为懒得换？如果真的没有那么爱，你也别不尊重他了，也别抠出那100块钱的红包了，也别给人吃凉菜茴香馅饺子了。咱去找一个爱的，哪怕为了爱情我们燃烧一把，奋斗一把，也是条汉子。谢谢。谢谢杨老师。米娜老师，你这一生都不会为爱情而燃烧，你最爱的人就是自己个儿，也就只有他能够忍你3年，居然3年后还认为了解你和你爱他。你的男朋友一定会娶你的姑娘，只要熬下去，你就会打折。终于有一天你还会倒贴。为什么现在就像他刚刚说的，你还感动了的那么一句话是，现在我努力去挣钱，不够的我去借，你感动了哦？我就纳闷了，既然未来借得到，现在怎么就借不到呢？既然现在都借不到，他怎么确定未来他借得到呢？你的男朋友是一个在跟你谈恋爱期间就可以边做着送外卖的工作，边欠下1-2万，然后因为这一个钱的压力逃跑的男人。他的钱花哪儿去了？连西瓜都舍不得买给你吃，恐怕不是花在你身上。你跟他在一起的日子里头，不是帮他还债吗？难道你还可以跟他一起存下嫁妆？如果你真的是爱一个人的话，你能够忍受你的男人如此庸俗、自私、自我、滥情？什么叫做我叫丫头叫惯了，我张口就叫丫头？我们天天在家喊老公，难道我见到男的一嘟噜嘴我就喊个老公啊？谢谢米娜老师，来面对面啊，我就提醒女生想几个问题啊，想几个问题。比如说，有很多女性朋友说，在谈恋爱的过程中，他为什么不对我好了？比如说，过去他给我开车门，现在他不给我开了，对吧？这就犹如说过红绿灯的时候，过去他牵着我走，现在他为什么不牵了？对吧？这个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凉薄和装，但是有一些东西是装不出来的。比如说，我们怎么看一个人的自私，就是看最小的事情。这个怎么装都装不出来。你告诉我，那个日出有那么好看吗？也没有那么好看。对啊，其实就是心里面没有这个人。西瓜也是一样，我可以爱吃，我可以不给你买，我可以用种种理由，但是基本教养是，我至少知道切下来留一半，给一个人去分享。没有。这个就反映出来，这是一个极度自私的人。这些细节，不爱就说不爱，可以离开，不要站着。女生有一点啊，不要求别人去娶你。爱情也好，婚姻也好，就是自己做主的。如果我连我自己的婚姻都不能给我自己做一回主，那我还能为什么给我自己做主呢？想过吗？做一个独立的女性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我呢也确实认识到有一些问题和错误，我以后呢会改。我呢会多多考虑你的感受，多尊重一下你，然后有什么事情呢，我也会及时跟你说。以后我也不会再玩失联了。结婚的方面，我也会跟父母去谈，请你再给我一个机会。但是你之前老是这么跟我说，我没有看到你实际的行动，我也不敢保证说我再等你2-3年以后是什么样子。而且我现在的一个大好年纪也就这么几年，我想要再考虑一下。谢谢两位，请回，请回，请回，谢谢你们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通过精英 APP、天津 FTV 网络电视、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来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。欢迎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登录抖音，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直播间，并添加关注。我们已经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开通了直播，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，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。这个结果可不好预测呢，包红兄。我不看好这段爱情，但很无力。
我感觉这两个人还会继续在爱情当中试错，双出。我觉得男的不会出，女的出。他不出吗？他不出，他有那么大的觉醒吗？来，严老师，我真的觉得是双出，虽然我确实觉得他们在一起彼此没有爱情也是一种消耗。肯定是双出啊，这都不用想的。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，请开门。我们一起见证属于他们俩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请亮灯。谢谢两位，请回。